这不可能！上称，这一刻，为了吞并我家祖传港口，逼我签下对赌协议的赵氏集团，他们的算盘被我彻底碾碎。回想起几天前他们嚣张的模样，林渊先生，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赵氏渔业已经通过正规商业手段全资收购了您父亲生前所在的那家村镇银行，也就是说，您父亲当年用来抵押这处深水码头的贷款，现在的债权方是我们赵氏渔业。当初的抵押合同期限是10年，现在才过去3年，我们按月交息，从没违约。原合同确实是10年，但您父亲当年签的附加条款有明确红线，码头连续3月吞吐量不达标，或债务人面临重大诉讼，信用崩盘，债权方有权要求提前结清全款。因您父亲意外离世，加上供应商抵制至你们，导致码头停摆，该条款于昨列已触发。我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赵金海那个几乎垄断了云州大半个近海捕捞业和冷链运输的巨头，为了拿下我手里这块云州海岸线上最后也是吃水最深的天然良港，硬生生切断了所有的货源，做局将我爸逼上了绝路。现在他们带着吃人的獠牙来收网了，连本带息加上触发条款后的天价违约金，总共1200万。林先生，您现在名下的其他资产早就被银行冻结了，这处码头，如果您今天拿不出这笔现金，就得立刻走强制过户程序，否则封条明天一早就会贴在大门上。就在这时，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声从海面传来，以一种极度霸道的姿态撕裂了码头的死寂。哎呦，这不是我们云州曾经大名鼎鼎的天才探鱼员林渊大少爷吗？怎么丧家犬的日子不好过吧？这破码头留在你手里，连一条臭咸鱼都养不活，不如早点交给我爸，说不定我心情好，还能在我的流水线上给你留个洗甲板的位置。赵泽，你爸吃相这么难看，也不怕哪天在海上翻了船把自己淹死？商场如战场，林渊，你跟你那个死鬼老爹一样，脑子都转不过弯来。时代变了，现在出海靠的是资本，是科技。你看看我这艘海神号，配备了军工级的深海声纳系统和全自动用压起网机，明天就是2年1度的云州金枪鱼大赏。我这艘船能在那个声纳他明的黄金坐标点，把多少吨的极品蓝鳍金枪鱼拉上岸？靠机器抓上来的，也配叫海钓？林渊，你不是很傲吗？你以前在远洋船上不是号称人肉声纳？看一眼水流就知道鱼群在哪儿吗？怎么现在变成软脚虾了？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就赌明天的金枪鱼大赏。明天日落之前，在组委会的公证下，谁带回来的金枪鱼单体重量最大，谁就赢。你要是赢了，你老爹那1200万的烂账，我们赵家一笔勾销。不仅如此，这码头的产权永远干干净净的归你。但你要是输了，不仅要立刻在这份无偿转让书上签字，还要额外背上1000万的对赌违约金。我要你这辈子连带着你那个傻大个兄弟都在我们赵家的剥壳车间里干到死，敢接吗？少爷，董事长交代过，只要走正常的债务违约程序，这码头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没必要节外生枝。闭嘴！老子今天就要踩碎他这身硬骨头！李渊，接不接？他不仅要拿走码头，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碾碎我的专业尊严，将我踩在脚底，永世不得翻身。我静静地看着他，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离开的那天，天空飘下的冰冷刺骨的雨，以及赵金海坐在黑色劳斯莱斯里摇下车窗时那轻蔑的眼神。海风仿佛在这一刻停滞了。好，我接了。哈哈哈哈！好，有种！律师，马上按照我说的起草对赌协议，今天就在这儿把字签了。我看你明天开着那艘快要散架的破船，拿什么跟我斗？不出10分钟，一份苛刻到极点的、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对赌协议送到了我面前。我没有任何犹豫，拔出签字笔，在落款处重重地签下了林渊2个字，并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赵泽一把抽走协议，弹了弹纸面，心满意足地带着人登上了他那艘豪华的声纳钓鱼艇，嚣张地驶离了码头。渊哥，不能签呀！他们那是仗势欺人。他们有几百万的声纳设备，有几百匹马力的双发游艇，咱们那艘破烂号连个像样的探鱼雷达都没有，拿什么去跟他们拼渔网？渊哥，大不了我今晚去把那个姓赵的船底给凿了，咱们不能受这窝囊气。大牛，把抄网放下，凿沉1艘船，赵家明天就能再买3艘。要赢，就得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赛道上，把他们的骨骨一寸寸敲碎。可是渊哥，咱们拿啥钓啊？跟我来。我没有过多解释，转身径直走向码头最深处，那里有一间已经被海风侵蚀得极其严重的旧仓库。自从我父亲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进去过。仓库的铁皮大门早已被盐分腐蚀得锈迹斑斑，上面挂着一把沉重的大铜锁。我没有去找钥匙，直接从旁边的消防箱里抄起一把红漆斑驳的消防斧，双手握紧斧柄，朝着铜锁狠狠砸了下去。当当！我一脚踹开沉重的大门，一股夹杂着浓绿霉味和陈年海盐气息的空气
扑面而来。仓库里极其昏暗，四周堆满了破损的旧渔网和报废的柴油机零件。我带着大牛径直走向最里侧的角落，蹲下身，用斧头的边缘精准地撬开了地上的一块长方形水泥地砖。随着地砖被掀开，下面露出了一个用防水沥青密封过的隐秘暗盒。我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探入暗格，缓缓爆出了一个被多层防潮油布重重包裹的长条形黑匣子。匣子表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但却异常沉重，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压迫感。元哥，这是啥玩意儿？我小心翼翼地揭开那一层层黑色的油布，随着最后一道金属封扣吧嗒一声弹开，里面的东西终于时隔3年再次重见天日。那是一套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极其原始却又极其恐怖的重型手工海钓竿。竿身是用极其罕见的深海碳纤维与高分子玻璃纤维复合并高压锻造而成的，呈现出一种冷酷的哑光黑。大口径的钛合金导线环犹如野兽的獠牙般排列在竿身上，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它也散发着令人胆寒的金属质感。与之匹配的是一个巨大的纯铜机械齿轮咬合的重型液压鼓式绞盘，绞盘的线杯里缠满了极其强韧、能承受几百磅恐怖拉力的军工级防弹尼龙线。这根本不是用来钓鱼的休闲工具，这更像是一把用来在惊涛骇浪中与深海巨兽进行贴身肉搏的冰冷武器。而在鱼竿的旁边，静静地躺着一本边缘已经翻黄卷曲、散发着淡淡牛皮气味的笔记本，封面上用强劲有力的粗糙笔记写着几个大字：手持深渊海图。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冰冷而粗糙的竿身，感受到指尖传来的厚重力量，体内压抑了3年的血液开始在血管里不可抑制的沸腾咆哮。赵泽，你们以为傲的是屏屏上冷冰冰的声纳数据，是机械臂的无脑拉拽，而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深渊巨王从来都不屑于暴露在浅薄的扫描仪下，他们藏在最原始的血肉、最极限的体能和最疯狂的博弈所唤醒。大牛，去镇上把强叔请过来，让他带上那套刀具，准备加满油，我们去猎杀真正的王！园子，你要的东西，我全按你爹当年留下的海图方子配齐了。我的亲娘嘞！强叔，你这桶里装的是生化武器吗？这味儿比发酵了3天的臭鱼烂虾还上头哦！大牛，这你就不懂了。科技能扫描形状，却无法洞悉深海巨兽刻在基因里的捕食本能。这桶打窝料由发酵48小时的鱿鱼肝脏、新鲜枪鱼血液混合高密度深水重铅粉和研磨鱼骨渣制成。普通打窝料入水即散，沉不到深海断层，这款血饵却能穿透中层乱流，直达海底极寒岩缝，对深渊霸主有着绝对的诱惑力。东西绝对这是好东西，但这趟你要去的地方，渊子，你可想好了？你要去的鬼影峡，那可是连几百吨的远洋钢壳船都要绕着走的活人禁区。强叔，赵家的声纳能扫平常规海域的所有中型鱼群，我们要赢下1000万的对赌，填平码头的债务。去常规渔区，只能是被他们按在地上摩擦，只有死地才有生门，也只有鬼影峡那条不见天日的海底大裂谷里，才藏着能打破全州纪录的真正巨王。行，你爹当年对我有恩，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陪你们疯一把，大不了就是去龙王爷那报道。今天这云州金枪鱼大赏的鱼王，注定是我赵泽的。至于那些连雷达都没有的破烂木船，趁早滚回家吧！哈哈哈哈哈！渊哥，雷达全花屏了，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拔掉主板电源，免得被磁场短路烧毁。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鬼影峡的边缘，这里就是现代海洋科技的禁区。强叔，看水流，找洋流练习。2点钟方向，水面有连片乱流交汇，浪花打着卷往里卷，底下绝对是断层边缘的深渊岩缝。左半左，三牛，越过那道漩涡，把船体配重压到左舷，我们切到乱流中心去。给我转过去！给我破！
到了，就是这个坐标。我们的正下方就是深达1000米的恐怖海底悬崖，海神的咽喉。下锚，放饵！给我下去！1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深水洋流的微颤，水下死寂一片，仿佛抛入了一口枯井。元哥，这底下的水冷得像冰糕一样，鱼该不会都躲起来了吧？现在这指不定都拉上来有好几条大货了，对着镜头开香槟了。沉住气，把心态放平，没有任何剧烈震动，但我能通过指尖微小的触觉反馈，感知到800米水下暗流的汹涌。真正的深海顶级猎手拥有极其可怕的耐心和警惕性，他们会在黑暗中潜伏数个小时，只为了在判断绝对安全的一瞬间给出致命一击。是不是今天底层洋流有极其微小的变化，导致鱼群偏离了这道岩缝的位置？准备！死口上钩啦！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金枪鱼，这是底栖的深海巨妖！来开吧！水下怪物的发力极为恐怖，防弹尼龙线在短短10几秒内被疯狂拉出了100多米。大牛，抱住我！强叔发动引擎，顺着开线的方向追。如果任由它这么冲刺下去，线杯绝对撑不过2分钟，就会被彻底清飞。一旦线拉到底，要么鱼竿爆裂，要么船尾擦座被连根拔起。元哥，撑住啊！摇臂，我要开始收线了。赵少，中鱼了，深度120米，预估重量在220磅左右，是一条体型非常完美的黄金金枪鱼。200多磅，马马虎虎吧。开启液压起网机，设定恒定卸力，把它拉上来。注意点，别把鱼鳞刮滑了，一会儿媒体还要拍照呢。液压起网机已启动恒定卸力模式。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今天大赏的冠军，我们赵氏渔业拿定了。至于那些还企图靠2只手去海里捞金的旧时代废物，早就该被扫进垃圾堆了。渊子，你的手在流血，不能再死撑了，大不了把线剪了。不能剪，这一战不仅是为了那座码头，更是为了打碎赵家父子不可一世的高谷。渊哥，俺还不累，干翻他！他也快到极限了。强叔，挂空挡，不要再追了，他在打转。最后一搏。10米。出水了！我的老天爷，龙道爷的坐骑被我们钓上来了！大牛，拿大钩上双钩，一定要稳住他的鳃盖，别让他翻身洗鳃切线。鬼影侠瞬时风暴，渊子切线，必须马上切线！这浪太妖了，带着这么个大家伙，船一旦失去动力，几秒钟就会被浪头打翻，大家都要死，不能切，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如果今天空着手回去，我连站着呼吸的资格都会被剥夺。大牛，把大招扔了，去掌舵。强叔出来帮我。大牛，听我的口令，死死顶住油门，把团舵永远对准浪尖，绝对不能让海浪横向拍击船身。
强叔，拽住牵引线，把他拉过来。稳住了！强叔，脑穿刺！割腮，断尾动脉。金枪鱼体内的淤血被排得干干净净，最顶级的肉质被完美的保存了下来。渊子，这鱼太大了，蒋航根本拉不上来。就算强行拖上甲板，它的绝对重量也会让咱们这艘吃水极浅的轻型快艇重心彻底失衡。下一个侧浪打过来，我们必定翻船。确实，破浪号太小了。这头800磅的巨物如果放在甲板上，就像是在独木舟上放了一块巨大的生铁，随时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不拉上甲板，把它绑在船底。你疯了！快艇太轻，压不住这种级别的狂浪。这头鱼就是现成的龙骨配重，从船头底下穿过去，把它呈流线型死死绑在吃水线正下方，利用巨型金枪鱼完美的流线型身体减少水下阻力，同时利用它惊人的绝对重量，形成稳固的临时压舱石。完了！有效，真的有效！好几次，尾巴插油机的进气口险些被海水淹没，大牛凭借着极其可怕的专注力和非人的体力，一次次地将船头修正，死死咬住生机。活下来了。冰冷的深海水，不仅完美的充当了天然的冷藏库，还保住了它身上那一层极其珍贵的光滑皮膜。这是真正完美的极品。园子，咱们的麻烦还没完。这场风暴里，为了顶浪，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大油门，柴油的消耗量远超预期，剩下的油根本不够我们开回云州码头。这深度和吨位绝对不是碣斯艇或海警。哟，这不是要钓深渊巨王的林大少爷吗？怎么遭遇风暴了？甲板上连片鱼鳞都没看见，该不会是空军了吧？看看你们这副惨样，油表也见底了吧？这鬼影峡的边缘可是逆流，没有动力，你们就只能在这等死了。本少爷今天心情好，刚才用声呐在安全海域拉一条280磅的极品黄旗，只要你现在跪在甲板上，对着我的船头磕3个头，大喊3声，赵少我服了，我或许可以考虑扔根拖车绳给你们，大发慈悲的把你们这2条丧家犬拖回码头。放你的屁！老子就算喂鱼，也绝不吃你们赵家的施舍。冷静点，别理他，让他叫唤。骨头还挺硬，那你们就在这片死海里慢慢飘着吧。记得明天准时回码头，把那份无偿转让协议签了。我们云州金枪鱼大圣见。哦，对了，如果你们还能活着回去的话，渊子，就这么让他走了？咱们这船没油，难道真在这儿等死？我爸以前教过我，真正的远洋水手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命全盘托付于主油箱。就这40升油，加上船底那个800多磅的阻力，根本开不到一半就得歇标。靠引擎硬顶当然不够，但这场风暴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巨浪，还强行改变了底层的涌流。再过半个小时，就是这片海域极其罕见的大退潮，潮水会形成一条直达云州近海的高速洋流通道。这40升油，我们不用来加速，只用来维持航向，交给大海。赵董，令公子这趟可是大显神威啊！那艘海参号不愧是高科技捷径。哎呀，是啊是啊，有了赵家这艘旗舰，咱们云州的近海捕捞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哇！天哪！286磅极品黄鳍鳍金枪鱼，
这不仅是本届大赏目前的最高纪录，更是打破了云州近3年来的单体捕捞纪录。让我们恭喜赵氏渔业的赵泽少爷！这只是我们赵氏渔业运用现代科技的一小步，我还要顺便宣布一件小事：从今天起，云州最后一块私人所有的深水码头，也就是原本属于林家的那块破地，将正式并入我们赵氏渔业的版图。属于那种拿着破鱼竿去海上碰运气的旧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时间到了，既然林家那小子不敢露面，就立刻启动违约程序，让法院去查封。元哥，我们到了！我的天，那是去收破烂了吗？那艘船是不是刚被炮弹炸过？甲板上空空如也，连条海带都没有，这是跑回来丢人现脸的吧？林渊，你居然还没死在海里！不过你空着两手回来，难不成是想通了，准备跪下求我把那1000万的违约金给你免了？换重型尼龙吊装带，双挂钩。换重带干什么？你的鱼呢？鱼在船底下。装神弄鬼，把吊带放下去！我倒要看看你这破船底下能藏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起哄！这重量不对劲儿，超出常规设定了。这不可能！上秤。不可能！800了，还在涨。842磅！842磅！极品深海蓝鳍金枪鱼，凭借这是我们云州建州以来，甚至放眼整个沿海，人工垂钓出水的最大单体记录，这是真正的深渊之王！太完美了！看那鳃盖的切口和尾部的排酸孔，这是最顶级的神经绞杀和瞬间放血技术，肉质绝对没有一丁点的烧身，这绝对是无价之宝！李先生，我出200万，不，300万包了！300万，310万，320万，340万，350万。完了，1000万的违约金，还有码头，全都没了。抗议！我提出极其严重的抗议，并要求组委会立刻取消林渊的参赛资格，并对这批非法渔获进行全面扣押。赵董，这可是打破纪录的实打实的极品，您这是什么意思？各位看清楚了，他那艘是一艘连基础电子导航都没有的近海破艇，这种船根本不可能在常规海域钓到这种级别的深海蓝鳍。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他这是勾结了公海的非法捕捞船，甚至用了大规模的违法拖网或者炸鱼手段，从黑市上走私进来的黑货。没有航迹仪的电子航路证明，他就无法证明这鱼是合法海钓上来的。这不仅是对大赏规则的严重践踏，更是极其恶劣的商业欺诈！放你娘的屁！这是我们渊哥豁出命，在鬼影家那种死地里，用一双手生生拉上来的。鬼影礁，谁不知道那里是风暴中心和暗礁坟墓？就凭你们这艘破船能活着出来，撒谎也不打草稿。怎么办？赵家那边施压太狠了，没办法，只能众志成城，不然我们没人能扛得住赵家的资本打压呀。先别急，赵金海，你对真正的底牌一无所知。赵金海，你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就是因为你笃定那片海域的强磁场会烧毁所有的电子记录器，让我死无对证，对吧？只可惜，你们这些被现代声呐和 GPS 惯坏了的资本家，
早就忘了最硬核的远洋底子是什么。机械水文钟，这是深海机械水文记录钟啊，它不需要任何电力，全靠极其精密的内部发条和水压感应薄膜驱动。只要它下水，就会以物理指针记录的方式。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上面记录的底层水压变化，以及那种极其暴躁、毫无规律的连流波段。整个云州外海，除了暗礁密布的鬼影峡，没有任何一个常规海域能伪造得出来。鬼影峡真的是鬼影。至于去公海黑市买，赵董，你难道觉得哪艘走私船能开着声纳进鬼影峡去进货吗？错不了，这种极其极端的断崖式水压记录，绝对是鬼影峡海底裂谷的特有水文特征。这东西是纯机械的物理刻痕，根本无法用电脑软件篡改。一张破纸能说明什么？谁知道你是不是把这破钟扔在浅海某个水流急的地方造的？我要的是这头鱼的合法来源证明。你要鱼的证明？好啊。赵董，你既然号称是云州的海产霸主，不会连硫磺藤壶都不认识吧？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深海寄生贝类，它们只生存在水深超过800米，且伴随有海底逆热硫磺泉的极横岩缝中。而整个云州海域，只有鬼影峡那条海神咽喉的底部，才具备这种极其极端的生存条件。如果这鱼是从公海黑市买的潜水围网货，它的身上绝对不可能长出这种只属于深渊的印记，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硫磺藤豹，这条超级蓝鳍绝对是林源在鬼影峡那种极端深海里凭借个人能力钓上来的本港野生极品，所有指控纯属无稽之谈。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林渊，这是你逼我的！安静！这条鱼就算来源合法又怎么样？哼，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在云州这片地界上，所有的冷链运输，所有的制冰厂，所有的高端餐饮渠道，都是我赵氏渔业说了算。今天谁要是敢出价买林渊这条鱼，就是公开跟我们赵家宣战。我保证，明天他的酒楼就收不到一片新鲜的海菜，他的冷藏车在云州的高速上连一个轮子都转不动。赵金海这是摆明了要独揽大局，完全不讲行业规矩，没人敢跟他争抢。在云州的行业圈子里，得罪他往后的生意根本没法开展。跟赵金海硬碰没有意义，不仅生意做不下去，以后在整个行业里都很难立足。林渊，你这头深海巨王再大又能怎么样？在云州，我爸就是天。你的鱼卖不出去，没有冷电车给你运，不出4个小时。这头极品就会因为高温发酵变成一堆烂肉，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还跟你们这帮黑心贼拼了！别冲动。赵金海，你的手确实能遮住云州的天，但你是不是忘了，云州只是个近海的浅水坑。真正的远洋巨兽，从来不需要在这个小水汪里找买主。我的妈呀，那可是金字塔尖的拍卖行，怎么会来咱们这个码头？还有车，整整8辆，全是防弹装甲车。能有这种牌面的，绝对不是普通人。赵董，我们环球拍卖行要收的货，还轮不到一个地方上的水产贩子来指手画脚。
林先生，我们来晚了，恭喜你活着走出鬼影峡。早在3天前，我就已经通过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条极其隐秘的远洋专线，向苏婉的团队发送了我即将进入鬼影墙的挑战计划。对于这种可能创造历史的顶级食材，这些真正的资本鳄鱼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嗅觉。取样验片。这鱼肉的颜色居然是梦幻的粉白色，这可是最极品的深海金枪鱼才会有的颜色。你们看这肌理，脂肪细的离谱，穿插在肌肉里，这分明是顶级双向雪花纹路，和顶级极寒和牛一模一样。光是闻这个香味，看这个品相，就知道这货绝对是天花板级别。在经历过那种极端风暴的拉扯后，居然还能把肉质保护得如此完美，这是毫无争议的 S+ 级极品，不，这是无价的艺术品。林渊先生，这头深渊巨王，我们环球拍卖行全包了，300万那种侮辱人的价格不用再提了，2500万人民币，税后全款秒结。2500万！昏过去了，赵家那小子昏过去了。苏总，合同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签字了。2500万，按照对赌协议，不仅我父亲生前的1200万的抵押烂账因为我赢下大赏而瞬间灰飞烟灭，我名下的深水码头也彻底解封，而这多出来的2500万将是我用来彻底碾碎赵家海产帝国的毁灭级资本。走着瞧，林渊，你真以为拿了钱就能在云州安稳度日？这笔账我们赵家跟你没完！喂，蛇头，我是赵建事儿。有一队冷藏车马上要上云州的高速公路，林渊那个小畜生也肯定在车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伪造车货也好，路障也好，我要那队车在离开云州地界之前，连人带货一起翻进万丈深渊的悬崖里。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万。明白，赵总放心，云州的路我说了算，保准干干净净，不留痕迹。目标车队已出发，共计8辆黑色顶配冷验车，完整车牌号、行驶路线已确认。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支极其高调、看似固若金汤的陆地护卫队，只不过是我抛出的一个极其奢华的诱饵。渊哥，这艘水翼突击艇的马力简直是个怪物。当然，这可是苏婉专门调用的海上拦截艇，那条价值1000万的超级蓝鳍金枪鱼就被封存在这快艇内部的恒温冷藏舱里。赵金海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狂徒，绝对不可能看着巨款流出云州，他一定会选择在交通最险峻的路段动手。只要制造一场重型卡车失控的连环车祸，不仅能毁了鱼，还能把我们彻底灭口。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那咱们留在车上的安保弟兄岂不是危险了？林先生既然能料敌向先，我们环球拍卖行的黑水级安保自然也不会去送死。第一辆头车是由全防弹钢管加固改装过的，里面根本没有冷链设备，只有最坚固的防滚架和安全气囊。至于开车的人，那是我们重金雇佣的退役职业特技驾驶员。赵金海雇的那些地头蛇，今天晚上会迎来一个极其难忘的教训。开船，走水路，直奔深水港国际中转货机。兄弟们，把那条什么金枪鱼给我剁成肉泥！妈的，中计了，是空车！车，快车！所有人立刻放下
完了，全都完了！啊，林渊那个小畜生，真的就这么翻盘了？翻盘？他做梦！我刚才已经给蛇头下达了死命令，在云州，只要我不点头，哪怕的林渊钓上来的是一条龙，他也绝对带不出去。现在这个时间，他的那队车估计已经连人毒鱼，在盘龙崖底下的海里喂王八了。敢跟我斗，他还太嫩。你们干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可是云州大税大户，谁给你们胆子私闯民宅？赵金海，你涉嫌多项极其严重的重罪，盘龙崖的暴徒已经全部落网，并供出了你这个幕后主使，证据确凿。请跟我们走一趟。不可能！赵金海在云州苦心经营了20年，不！走麻利点儿，把这箱补件给我稳稳的掉下去。林老板，新码头的吞吐量和硬件标准，甚至已经超出了我们环球拍卖行对于亚太区最高等级基地的预期。苏总，你手里拿的恐怕不是表扬信吧？这个比表扬信重得多。这里面是一份上世纪苏联远洋科考队遗留下来的极其绝密的声纳盲区海图，坐标指向太平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深渊边界。根据极其有限的记录，那里由于极其诡异的地壳运动，水温极度异常，藏着连卫星雷达都无法穿透的巨型海沟。曾经有3艘全副武装的顶级商业捕捞船试图进入那个坐标，但没有任何一艘能在彻底失联前传回完整的捕捞数据。有极其夸张的传言说，那里栖息着体长超过5米、重达2吨的远古变异蓝鳍。现在赵家已经彻底覆灭了，云州近海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你的规则。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云州太小了，近海的安逸养不出真正的海神。这个挑战我接过了。大牛，启动 V16主引擎，起重式深海锚。遵命。马里亚纳，我来了。